各位，好消息啊！我的推特被解封了。今天凌晨1点，我收到了一封推特的来信，他说啊，不好意思，搞错了，我们呢决定对你的推特进行解封。我连忙上推特一看，很多人已经看见了我的推特啊，都在那艾特我说老王啊，你被解封了。我一看我的账号，果然能够被别人看见了。虽然我当时的关注列表也包括我那个粉丝数啊都归零了，但有人说啊，他说你别急，几个小时之后就恢复了，这是推特的一个 bug。我当时啊特别开心啊，大家看，我今天专门穿了一件新衣服来做这期节目啊。应该说，我从4月23号被封啊，到4月28号凌晨被解封，这5天的时间啊，大起大落啊，享受了一把川普的待遇啊。我今天呢就来讲一讲啊，我到底是因为什么被封的，也包括呢我是怎么解封的。其实我这上一次做完节目之后，我就收到了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封杀的。但是由于我们在写申诉信嘛，我也不希望节外生枝，所以呢我也没有公布。现在这一切都无所谓了，都可以公布了啊。我上次做节目讲的，我是4月23号的早上起来发现被封杀的。一开始呢，的确是没有收到为什么要封杀的原因，所以当天我们就写了申诉信嘛。但我们的申诉信其实上没办法申诉，因为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被封杀嘛，就只能要求对方给我一个我具体被封杀的理由。但是呢，回复的结果啊，给人感觉好像是经过审核，就说我们审核之后不能给你解封，这其实蛮令人绝望的。然后呢，我们就连续写了2天，每一次回复都是如此。当时我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感觉啊，我觉得是真实的。这种封杀呢，跟我当时在微博一样，都是莫名其妙给你封杀了，也不告诉原因，似乎你也找不到救济途径，所以心里头多少有些愤怒啊，对这个推特也非常不满。后来我们就继续写这个申诉信，终于在4月25号的时候啊，收到了一封推特的来信，告诉我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封杀了。他是说我因为触犯了这个仇恨言论，煽动仇恨言论，还附了一个链接。我把这个链接点进去了，就是我具体哪一条被封杀了。我看到我当时那个帖子我就笑了啊！而且我当时就判断我一定会被解封。这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怎么回事呢？就4月8号这一天啊，我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呢，是我 YouTube 做了一期那陈志龙的那个微信群里头怼领导那期节目，也讲了一些中国职场中间劳动保护的状况的啊。我一般在 YouTube 上做完节目之后呢，都会在推特上发一个链接导流嘛，也希望更多的推特的观众啊能到 YouTube 上看我们的节目。结果就在这个帖子下面有一个人发了一个评论，这个人叫我是一个罪人，他是这么说的：王局真是小骂大帮忙，如果不是真的就能说明事实还没有糟糕到那个程度吗？事实有过而无不及，而且你明知道国内已经确定了这是假的，你想让观众回国内网站一看，觉得这个国家还有救，告诉你这个国家除了亡国没有别的选择，中国人除了西方人用皮鞭狠狠地抽没有别的办法，其实中国人应该灭绝。这话说的有点颠三倒四，都不太听得出来具体的意思啊。但他情绪非常清楚，基本上他就认为中国这个国家没救了，中国这个民族没救了，中国这个文化比较低级，就是应该用西方的文化去消灭它。应该说这种话在推特上挺多的，就是简中推特上，就是非常强烈的弥漫着一种对中国文化的歧视、仇视，甚至是这种那种仇恨言论吧。我非常不喜欢，我呢也非常反对，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评论单独挑出来做了一个回复。我的回复是这么写的：亡国也没救，哥们儿，你就是个大外宣。要我看，应该所有说中文的人集体灭种，全部杀掉，如此罪恶才可以消失。当然抱歉，你也得被杀，不过你的死就算是为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做贡献了。熟悉我平时语言风格的人都知道，我这种说话方式啊，就是反讽，就是阴阳怪气。如果要正规的学术表达，这叫归谬法。什么叫归谬法？就是用对方的逻辑去反驳对方，也就是以子之矛攻己之盾。
对方的这个帖子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逻辑漏洞，因为它只宣扬的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仇视。但是在我看来，有一个非常大的逻辑漏洞啊，就是它本身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因为它用中文嘛，它用中文写作嘛。但是呢，它其实又表达了对整个中国文化的不屑甚至仇恨。那在我看来，你既然对中国文化表示仇恨，那按道理来讲，你也应该仇恨你自己啊，你不能只仇恨其他人呐。如果你只仇恨其他说中文的人、中国文化的人，在这逻辑上说不通。所以我就用这样一种归谬的方法来反驳他。有人说你为什么不正儿八经的反驳呢？在我看来，这种言论都不值得用正儿八经的方式去反驳。这东西还需要去认真讨论吗？所以呢，我之所以用归谬的方式去表达对这些人的这个反驳啊，就是因为认为就这种言论本身只配得上这种方式去反驳他。但是呢，我猜啊，当时这个推特啊，可能看这个帖子的人呢，他对中文的了解程度不是特别高。他一看说，哎呀，这个哥们儿你也得死，要所有说中文的人呢都要被杀掉，他就认为这是一种宣扬仇恨的言论，所以呢就把我封了。但是，如果你要是熟悉中文语境的人，肯定知道这其实就是一种讽刺表达。我当时仔细看了一下推特的这个社区规则啊，它里头到底是怎么规定的这个仇恨言论。然后呢，它这里头专门有一条，它允许讽刺的表达艺术表达方式。所以当时我就认为我一定会被解封，因为其实我就是用讽刺的艺术表达方式来表达我的观点。这种表达方式在英语里头司空见惯，并不仅仅中文才有，也并不仅仅我在用嘛。你去看那脱口秀的演员，每个人在演出的过程中不都用这种方式吗？我还举个例子，是吧？那两个恋人之间，那女孩跟那个男人说“你去死”，别人会认为这句话本身是在恐吓对方吗？显然不是，对吧？它是一种表达亲昵的方式。所以我们对语言本身的真实意思啊，不能只看字面，要看它真实传达的意思。我的真实传达的意思中间，并不存在宣扬仇恨，也不存在对别人的威胁，也不存在希望他自杀或者自残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当天下午就开始写申诉信。我的申诉信呢，除了把我刚才的这个意思说清楚之外呢，我又说了3点。第一点呢，我说啊，你去看一下我这个帖子，我这帖子下面一共大概有80条左右的评论，这所有的80条评论都是基于我这个帖子真实意思的表达来发表的评论。这80条评论中间没有人误会我的意思，也就是说，没有人认为我当时发的这个帖子本身是在宣扬仇恨，是想让这个哥们自杀，没有。大家都是说，哎呀，王局反驳的真好，王局你看每次对这言论的反驳都非常有力度，哈哈哈哈，就是这种。当然也有一些打哈哈的，就所有的这些言论中间就没有一条是认为我这个帖子本身是在宣扬仇恨。所以我的论点是什么呢？我说啊，我们讨论所有问题的一个真实的基础就是一个语言表达出来的真实意思，这是我们讨论所有问题的基础。那么，同理，如果大家都没有理解错这个含义，我就不应该因为这个帖子本身而受惩罚。因为你描述的我这个被惩罚的那个含义啊，根本没有人 get 得到。那你惩罚我有什么理由呢？我认为这个理由不成立，对吧？如果真的有人，哪怕是很少的人，认为我这个帖子本身是仇恨言论了，我认为你们惩罚我都算是有一点理由。但问题是，根本没有人理解为我这个帖子是仇恨言论，那你这个惩罚，我认为这个理由就很牵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就请这个审核员呢，我说你去看一下我的帖子，不光是看这一个帖子，你看一下我这一贯以来发的帖子。我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我平时不发表什么极端言论，包括中共啊把我封杀了，我都没有骂过他们，我都没有发表过极端言论。包括网上有许多人由于不喜欢我的观点，长期以来对我辱骂、威胁、攻击，我也没有对他们发表过极端言论。我说啊，一个人的价值观呢是稳定的。如果一个人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温和的人，他不可能突然某一天他会发表一个特别极端的言论。更何况就是这个人，
我是个罪人，这个人呢，我又不认识他，我跟他之间也没有利害冲突，我有什么理由会针对他去发表极端言论呢？这不合逻辑，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说啊，我为什么会长期以来用这种反讽和这个归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我来自于中国大陆，我是一个语言表达者、工作者，而中共呢对言论长期以来啊进行管制，管制的结果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呢，没有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如果你要自由地表达你自己的意见，你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众啊，就怎么说呢？面对这种专制的高压，他就采用了一种变通的方式。这种变通的方式就是你们现在看到我这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呢，就表面上看有的时候是赞成，其实是反对；表面上是在说 A， 其实是在说 B。这种表达方式是人们在专制逻辑下啊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我来自于那个土壤，我带有那个土壤的痕迹。我知道啊，很多在境外生活的人呢，可能不太理解我们这种表达方式，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是一个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这双方之间啊，有可能会有一些误会。比如说我在推特上经常会被别人误会，但是我觉得这种误会本身呢，可以通过沟通来消除，这不是一个不能沟通的问题。我现在给你们的解释就是说，我其实长期以来用这种表达方式的理由，是因为我来自于那片土壤。这是第三点。写完之后，我就找了一个网友，他帮我来做了一个翻译。翻译完之后，我们就递交上去了。递交上去之后呢，没信儿啊，又等了一天。第二天我又把那个中文的原件又递交了一遍，是吧？结果到当天晚上的时候呢，好像过了24个小时的半夜，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啊还是不能解封。说句心里话，当时收到那个啊，挺绝望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我这个申诉信写的非常充分了，理由也非常充分。如果我真的是违规了，你要是处罚我，还是心服口服的。但是我确实没违规，就是一个误会。我写了这么充分的一个申诉信，你还不能够解封，我真的有点没办法理解了。当然，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想了一些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推特上原先有一个律师啊，他呢当时好像也被封号了啊，后来他解封了，哎，我就找了一个朋友给他发信，就问他当时是怎么解封的。他给我们回复呢，主要有2个因素，一个呢就天天申诉。他说连续申诉了25天解封了。第二个呢，就他当时被封号，引起了美国的一些媒体的关注，比如美国之音做了报道，白宫的记者会啊，提问的时候也有人提这个问题了，哎，对这个推特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哎，我一想啊，这也是个办法，我就找那些采访过我的人，美联社的呀，还有一些其他媒体的记者，我说你看你们能不能关注一下我被封杀这件事情啊？我在境内被封杀，到了推特又被封杀，而且封杀的时候都不告知我理由，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关注一下我被封杀这件事情，能不能询问一下推特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封杀我？这个还是在我那个没有收到那个信之前啊。结果有一些记者呢就帮我了，他们在网上就问这个推特你为什么要封杀王志安？你总要给个理由嘛。然后这个时候呢，这简中推特上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在传言我啊传播别人私人信息呀，还包括说我人肉别人呢，是吧？因为这个时候，由于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这些信息就传遍了，因为这些人可能巴不得我倒霉嘛。尤其是王小山呐，他们那批人呢，这王小山很可笑，他说我说他是叫范春山啊，这就是涉嫌传播他私人信息了。我觉得他真的太可笑了啊。王小山叫范春山这件事情，在微博时代的人人皆知。你谷歌一下都知道，这怎么构成个人隐私呢？更何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去年5月份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这王小山就天天在网上连篇累牍的骂我没理过他。我最这个什么的时候啊，我也就说他像祥林嫂，没有攻击过他。后来他非常过分，他有一次发帖子，他说见我面一刀捅在我喉咙上，要见血。我觉得他越界了，而且他还污蔑我说我在央视卖大麻。
这个时候呢，我就找了个律师，我说怎么办？我需要维权。律师就给我讲，他说我们现在有2个途径，一个途径是报警，一个呢是起诉他。但不管哪个途径啊，我们都需要确定王小山他的真实身份。我说我知道啊，他叫范春山呢。他说那我们得确认呢，你不能说你说他叫范春山，他就叫范春山呢。于是我就在网上发了这么个帖子，结果王小山不认呐，他不认，实际上最后我们也报警了。这件事情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可以讲一下，我们最后就找到了日本的警察局报警，以这个诽谤罪和恐吓罪去报警了王小山。但是王小山呢，当时可能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啊，把所有攻击我的这些言论都删了，然后他把他推特还给隐藏起来了，这人就消失不见了，就搞得警方找不着他。后来他又重新出来了，但是这些帖子都没了。这警方要确定他的犯罪事实啊，就得跟推特联系。但是推特大家都知道啊，最近一段时期风雨飘摇啊，到处都是裁人呐，就没人理这个日本警察，就导致了这王小山长期以来对我实施的这个犯罪的证据没办法固定。我这个中间啊，我们跟警察也沟通了几次，是吧？警察就说这个确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那现在最近这次啊，我跟推特之间的沟通啊，我也找到了渠道。我最近就准备协助警方把王小山啊当时啊恐吓我的那些言论呢，都给他调出来。王小山他跑不掉的，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他用那种恐吓的方式威胁其他人的生命啊，他必须付出法律的代价。你在网上骂我啊，我可以忍，但是你威胁我的生命啊，你必须要承担法律的代价。所以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不要脸啊，他真的是不要脸。明明他自己说要拿刀杀我，结果我要跟他确认他身份的时候呢，他说什么？说我传播他的隐私，说我人肉他。大家可以看到，中文推特就是一片垃圾场。什么人在这里头主导舆论？就是这些人，出口说脏话，然后呢自己成天在网上卖假酒，然后呢搞那种黑心中介，搞什么民宿，都在那割韭菜，然后个个装的都是一个正义的形象。我做过什么？我害过任何人吗？我卖过酒吗？我卖过什么其他产品吗？我做过中介吗？没有吧。我没有做过任何生意，包括别人找我做广告，我都拒绝了。为什么？因为我担心呢，我不了解这些广告的产品，做完之后伤害我的品牌。过去这1年找我做广告的多了去了，不光是推特还是 YouTube， 我没有接1单。有人说，王局你接这个单，咱们合作，我保证你1年拿100万美金，我也没接。所以我之所以在网上很硬气，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底气，是我没害过人，我连生意都没做过。可你看看这些人，真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啊，满肚子男盗女娼啊。然后他在网上还倒打一耙，说我传播他们的隐私，人肉他们的隐私，然后利用我现在没有公布这个信息，他们在网上就开始大肆传播关于我的谣言。多行不义必自毙呀，早晚有一天法律会收拾他们的。我们把话放这儿，王小山你就等着，警察会找你的。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报警报了半年了，你不要认为这件事情可以结束。说到这儿啊，我还得说一些我要感谢的人啊。那个李老师不是倪老师帮我发声明，也包括那个二大爷，当时知道很多人攻击我，他也发帖子说我的节目本身证明我不是大外宣，节目很深刻，也包括一些其他的人啊，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帮助我。其中有的人对我的帮助，我这里还不好讲，人民明确跟我说了，说你不要说我帮了你，你就说你们自己的努力。今后有机会我会慢慢讲啊。的确是我这件事情能解封，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努力，是有很多人帮助我，所以我很感激他们。最后啊，我还想说几句啊。我那期节目里头讲的时候，我当时被封啊，感觉啊跟当年在推特被封的时候一样，因为都是莫名其妙被封了，也没有被通知什么原因。但是我现在被解封了，我想说一句啊，毕竟还是有区别。为什么？因为在微博被封啊，没有救济途径嘛，也没有人通知嘛，起诉都不受理嘛。但是在推特呢，它毕竟有一个社区公约，它是按照这个社区公约进行处罚。当他真的错的时候，你真申诉，
实际上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所以啊，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同。我当时说，如果不给我这个通知的原因，我要起诉马斯克。很多人都笑话我，说这个推特啊，当时有个什么230条款，它有免诉。我不信，我们当时在日本已经找好了律师了，就是要起诉。你处罚我，你总要告诉我原因吧，这是最基本的权利。如果连这样的权利都不能维护的话，在我看来，推特跟微博没有区别。但事实证明，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就是有道理可讲的途径。所以啊，要说啊，这件事情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它其实推特啊，虽然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谣言，很多人脏话横行飞啊，但它毕竟啊，这个规则之下还是可以讲道理。最后呢，我再次啊表达一下对所有在这过去的5天的时间里啊帮助过我的人。我今天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啊，我说啊，其实人性的考验啊，经常是在大喜大悲的过程中间才能呈现出来。一方面，对于我，啊，你过去顺风满帆的时候啊，你可能自己会飘，但是突然一夜之间被你封杀之后啊，你会一下给你打入这个打回原形，你也会考虑你的很多行为是不是做的不妥当，你需要重新调整。同样，对于那些平时啊在网上跟你啊互关聊天的人呢，你可以看出来，当你被封杀的时候，他们是什么表现？当你呢又重新恢复的时候，他们又是什么表现？一个人的动机是藏不住的，他真实的对你的真实的评价也是藏不住的。所以我特别感谢啊，就命运给了我很多次这样的机会。我当年在国内的时候，曾经也是风生水起被封杀；我在新浪微博曾经也是一个大 V，也被封杀。每一次封杀的过程中间，每一次我从那个高处跌落下来的时候，都让我看清了很多人，看清了很多事儿。它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也让我看到了很多善良与美好。这也是我不断继续往前走的动力。所以我最后还是要感谢在过去的5天半里给我帮助的那些人，谢谢各位，也谢谢所有支持我的人，谢谢大家。